大家好，我是老田，欢迎来到丽丽的有机菜园。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户外菜园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菜可以种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该考虑室内种菜的事情了。室内种菜的一个最简单、最快速的方案就是种植芽苗菜 （microgreens） 了。我今天种植2种芽苗菜，一种是混合的沙拉菜，另外一种就是萝卜苗。这种混合的沙拉生菜里边有5种菜苗的种子，有芝麻菜，有西兰花、圆白菜、撇兰，还有芥兰。我现在把这个种子的包装给打开，然后我们准备出一点种子。我们今天采用的方法是用水培的方式培育芽苗菜，所以我们选择这样一个比较浅的托盘。这种浅的托盘的一个好处就是将来收割菜苗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些。我们首先要在这个盘里边加上1 cup 的水，接着我拿一卷这样的厨房纸，折上3折，给它平铺到这个盘里边。我这个桌子不是很平，所以我把这个托盘给调一个位置，让另外一侧的厨房纸也都浸透水，就是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购买那些专业的用来做水培的垫子，不过我觉得厨房纸就够了，就不用再花那一份钱了。然后我再用这样的喷壶把它稍微喷一喷，这样的话水会更均匀一些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撒种子了。我们把种子尽量撒得均匀一些。行，就是这样了，这就是撒完种子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在种子上再均匀地喷上1层水。接着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这样的正常的育苗托盘，我们把托盘里边喷上水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托盘给它盖在种子托盘的上边。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给芽苗菜遮挡阳光，并且保持湿润。我们需要在室温下给它这样盖上4到5天。阳光是它们生长的最主要的资源，因为没有阳光，所以它们会互相的竞争，互相的争夺阳光。这样的话，它们就会长得越来越好。接着我们来种萝卜苗，还是先准备大概1/5 cup 的种子，然后托盘里面倒上大概1 cup 的水，铺上3层的厨房纸。稍微等上1分钟，让水充分的浸湿厨房纸，然后我们再稍微喷上一点水，接着均匀的撒种子。我们把盖子盖上，在室温下给它放上4到5天。华氏65到75度是比较适合芽苗菜生长的温度，所以放在室内就可以了。今天已经过去3天了，我室内的温度一直维持在华氏的65到68度之间。我现在打开盖子，看看这些芽苗菜的生长情况。这一盆是混合的沙拉菜苗，这一盆是紫色的萝卜苗。现在2盘芽苗菜的发芽和生长情况都是很不错的。我现在再给它们喷上一些水。前3天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喷上1次的水，用来保持小苗的湿润。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关键的技术点，就是在芽苗菜长到第3天或者是第4天的时候，根据它的生长情况，我们要把盖子给它翻过来压在上面。我们这盒子原本是这样盖着的。现在我把这个底部喷一些水，就是稍微让它湿润一下，然后把这个盒子翻过来，这样给它压在这个小苗上面。我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给小苗一定的压力，让小苗能够模拟破土而出的场景。这样的话，小苗的根系就会长得特别的发达，苗的部分也会长得更加的茁壮。我接着把另外一盘也这样做。我们就是这样给它压上1到2天，然后每天把这个盒子拿下来，给小苗喷上1到2次的水，保持小苗的湿润。好了，我们接着继续耐心的等待。今天是这个芽苗菜的第5天了，我用这个托盘底部压住小苗，也已经过去有将近1天半的时间了。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看这个芽苗菜的生长情况，看一看这2盘芽苗菜，它们长的高度大概已经有1英寸左右了。接着我们再给它喷最后1次的水。喷过最后1次水之后，我们后边就不再喷水了，以后就是从底部往里边浇水了。我们如果有阳光房，可以保障华氏的65到75度的话，可以按自然的方式让它白天照阳光，然后晚上休息，这样也会生长得很好。但是一般情况下，我们都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，所以我们需要额外的灯光设施。我们既可以使用 T5 的荧光灯，也可以使用 LED 的红蓝光灯，都是可以的。当我们的芽苗菜发芽长到1英寸的时候，我们并不需要着急，马上把它们拿到灯光下面。我一般的做法是把它们就这样放在原地，让它们再稍微长一长，等小苗长到差不多2英寸的时候，
我们再把它搬到灯光底下照直接的光照。2英寸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，有点像高脚苗。这个是我就这样放置了1天之后的高度，这个高度有助于芽苗菜的生长。这样的话，芽苗菜在光照之后就会长出比较适合的高度。关于后续芽苗菜的浇水，我们要每天检查2次，每次浇上不超过1 cup 的水。我们就是这样掀起一角，浇上一些，然后可以从另外一边再浇上一些，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把托盘抬起来，让整个的厨房纸都能够湿润。这里要注意，水一定不能浇多，如果万一不小心浇多了的话，当整个厨房纸都浸湿了，还有多余的水，我们要争取这样把它尽量的给控出来一些。这次的水量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并没有太多。我们另外一盘沙拉菜苗也是这样浇水处理。这种最简单、最原始的水培方法，最怕的就是浇水浇多，导致太潮湿，产生霉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好水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搬到有光照的地方，让它们照一下光了。这个就是我平常育苗用的灯架，上边是 T5 的荧光灯，下边是 LED 的红蓝光灯。我现在把2盆芽苗菜都放在这个灯架下边了。定时器设的是每天的光照18个小时，然后让小苗有大概是6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。一般在室内培育芽苗菜的话，还是应该尽量保证12小时以上的光照。浇水的时候，就是从这个边缘把它掀起来，然后从这个地方把水浇进去。每次浇水的话，不能浇太多，就是刚好让这个底部的纸完全湿透，然后盆里边不要有水，这样的状态是比较好的。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原则，每天浇上1到2次的水。其实芽苗菜的话是不怎么需要肥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给它们肥，它们也是能长起来的。只不过我们多少给它加一些叶肥的话，它的生长效果会更好一些，长势会更旺一些。肥的话，尽量用氮钾有机叶肥，没有的话，用一点育苗的氮磷钾叶肥也行。这种芽苗菜，我们给上1次稀释的叶肥就足够了。今天已经到了芽苗菜生长的第10天了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些小苗都长得浓密了不少。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是土培的话，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收获了。我们知道，一般水培的话要比土培的方式稍微慢一些，而且小苗长得也要稍微小一些。尤其是我们这种一个托盘加上3张厨房纸的最简单、最原始的水培方式，长势就会更慢了。所以其实不用着急，耐心的等待就是了。如果真的很着急的话，那么其实现在的大小也是可以采收的。耐心的再等上2、3天的话，收获就会更高一些。今天终于到了收获日了，我们一边收获一边来一起总结一下这种原始简单的水培法的要领。第一，水培法一定要掌握好水量，太多容易造成腐烂，太少又有干掉的风险。浇水时以底部厨房纸湿润，但又不滴水为宜，多余的水要倒出来，每天早晚各1次，每次不超过1 cup。第二一点，前5天在遮光或者是压重物的状态下，每天要适当透气2次，适当通风，避免腐烂的发生。可以在喷过水后开着盖子透上15分钟的气。第3点是不着急进行直接的光照，可以自然放置上1到2天，等芽苗长到将近2寸时再去照直接的光照。芽苗高度不够就进行直接光照，容易造成矮苗。我们进行蔬菜育苗的时候，希望矮状的菜苗，而芽苗菜刚好相反，需要高脚苗。第4一点就是种子的用量，使用1020标准育苗托盘的话，以2汤勺为基础用量，根据种子大小和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和减少。最后一点就是光照时间，不同芽苗菜需要的光照时间不同，可以从8小时到18小时不等。我一般会使用2根54瓦的 T5 荧光灯，或者是2到3个50瓦的 LED 红蓝光灯，照上个12到18小时。在这个范围内，光照的长短不会影响芽苗菜的成长收获，但会影响大小和口感。光照时间长，小苗长得快，长得大；光照时间短，小苗更嫩更脆。我们需要在2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来支持我们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